要降档了。全力加速 ，yes！ 有事。欢迎回来 Rider ATS， 我是阿豪 ATS。今天呢是来到我们的 MyV 系列的，好像是第7集还是第几集，我也忘记了。总之这个系列有好多集影片了，如果你错过的话，一定要去追看这个系列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就要来到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。终于啊，我们的 MyV 改好了，要下场做测试了啊！我们的比赛很接近，所以我们的测试时间很短，我们要把握今天跟明天2天的时间来做测试，希望可以做出好时间。然后希望这车没有问题啦。OK， 我们就是来 Open Track Day。Open Track Day 呢，就是付费进来练车的一个赛道日啦。然后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文化，马来西亚雪邦赛道当然也是有。那付费的这个收费啊，以前是每45分钟300块，可是2025年起价了，变成400块了。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，尽量的在越短时间里面把我们的车练好，然后也从中用短的时间来check 看那个车有没有什么问题，不然的话一直要花钱，每45分钟400，45分钟400。如果我在这里花3、4个小时来练车或者找那个车的问题的话，就会花很多钱。我可那个内务。所以现在来到雪邦赛道，我们第一时间就要进去我们的 pit， 我们的 MyV 已经载上来了，因为它是一辆不能上路的车吧，已经载到这边来了。我们第一时间就要进去我们的 pit 看我们的 MyV 现在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，Let's go。OK， 现在就是来到我们的 pit 啦，所谓的 pit 就是我们的维修间或者休息间都可以，我们的车都会放在里面，这里就可以看到我的 MyV。Oh yes， 终于跟它见面了。然后我也带了一个这个车牌来，等一下会把它安装上去。后面是 double side tape 啦，等一下我们会把它放上去。哎，拿不出来了。然后现在这台车呢，跟之前大家看到的情况是有一点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们安装了 exhaust， 然后其实整个外观还是差不多一样啦。然后 sport rim 方面，我们用的是 Huber 的 sport rim。Huber 这个 sport rim 呢，就是那个黑油品牌哦。之前我们也是有跟大家介绍过，那一个来自德国的黑油品牌。那除了 sport rim 是由 Huber 他们专门客制化给我们的以外，整台车的机油啊、牙油啊都是用 Huber 的，而且是会用他们的这个赛用机油，所以很期待这辆车，不知道开起来那个 performance 是怎样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里面是跟之前一样啦，已经拆空了。不过我们增加了一些东西，就是这辆车现在有灭火器，灭火器是一定要有啦，因为如果没有灭火器的话，是不符合这个参赛规格的。这一台车也有这个5.4的安全带，5.4的安全带呢，我们用的是 OMP 的品牌，当然也是一个正品的啦，必须要有 FIA 认证，如果没有 FIA 认证的话是不能参赛的啦，不符合这个参赛规格。然后全部东西都是新的，希望等一下在试驾的时候，这辆车的所有东西，它的 setup 都会很符合我自己的个人需求啦。然后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参赛的时候，不管是在练习还是在比赛，我们拿比赛来讲啊，偶尔都会发生一些小小的碰撞，那个是还 OK。可是如果那个人是故意来撞你的话，这样子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权利去上诉，就是跟这个赛会上诉。那如果是讲要上诉的话，一定要有证据嘛，不然的话这样子上诉。所以我们有为这一辆 MyV 安装行车记录器，安装的就是来自70迈的 A510前后双摄像头的行车记录器啊。这个行车记录器呢，我们是已经把它安装上去了啦，然后也接线了。但是这个 wiring 你们可能看到会没有这样漂亮，是因为这台车是一个赛车嘛，所以它的 wiring 我们都是随随便便这样子，没有特别的去做修饰啦，就是大概把它绑上去就可以了。那这个 A510其实是什么样的一个行车记录器呢？之前呢我就做了一个完整的小短片。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，具备了 Sony Starvis2 IMX675的感光元件，1944P 的解析度，还有 HDR 功能。它可以拍摄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， 也就是讲你在开车的时候，有人快速切入你的车道啊，可以放慢来看，而且每一帧都可以保证非常的清晰。这个 A510呢也下放了
了现在最需要的4G 无线网络连线功能。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，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，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！花少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好料的功能，真的是性价比满满啊！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A510，都可以到70迈的官方网店，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，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进去查看价钱啊！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，Let's go！OK， 现在我就要去准备换上这个赛车服，然后要下赛道体验一下新车落地的这辆 MyV 在马来西亚雪邦赛道开起来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啦 ？Let's go！OK， 刚刚的 session 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在这个雪邦赛道里面跑了大概45分钟，我自己的最佳时间是3分钟01秒，大概是在01-02之间切换啦。然后当然也是有一个 lap 做到3分钟，我是觉得还不错。现在的这个 condition 架起来，整体的感觉，整辆车的动态都还可以，没有感觉什么怪怪的地方。有就是可能天气太热了，所以马路真的是太烧，我的轮胎可能它的这个融化程度有一点严重啊，就变成我的车在 corner 的时候有一点 slide， 感觉好像比较滑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轮胎的问题啦，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啦。所以等一下晚上天黑过后，马路的温度会降下来，我们再来试这辆车，看一下晚上做的时间跟白天做的时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差距。我觉得晚上应该会快一点点啦。
OK， 刚刚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一台 MyV MSF 的 Race Car 呢做了一个测试啦。一开始在测试的时候，有一点点抓不到那个感觉啊，所以我跑出来的时间哦，比起我的 partner， 我是慢他3秒。主要的原因，我觉得是我在换挡那一方面，我一直要让我的档位去到4号牙啊，就是第4档啦。因为我的理解是，我用到第4档的时候，我的车速应该会比较快。可是其实，在跑完第一个 session 过后，我跟他一起讨论，发现原来他的驾法跟我驾法完全不一样。他没有用到第4号牙，他就是一直让那辆车保持在2号、3号、2号、3号，一直在切换。所以我也用他的同一个方式来开这台车，我的速度就上来了，然后我也可以做到跟他一样的时间。可是我没有办法每一个圈数都做到3分钟准，所以我的 average speed 每一圈都是在差不多3分01秒，差不多是 flat 的，就是01.00左右这样子，然后偶尔会去到3分钟点接近3分01的速度。所以我对这辆车以目前的情况来讲，我觉得它的 performance 就是在这边了。它只有80几匹，我们没有改它的 engine。如果你一直有在追看这个系列的话，你都知道整颗引擎我们拿下来，但是我们没有爆改，我们只是把它 build 回原本的 condition。它的 ball and stroke 全部都是原装，我们没有把它的 CC 变大。压箱方面，变速箱我们也没有做到任何的改变，它的 final drive 还是一样原厂 MyV 1.3的那个 final drive。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它的 final drive ratio 变得更加的密的话，可能这辆车会发挥到更好啊。这个我们不确定以后会不会这样子做，但是以目前的情况下，我们其实没有时间，因为我们如果装上了一个更密的 ratio 的话，我们没有时间试车，我们也没有时间调教车，因为比赛很接近了。今天是2月11号，多几天就是2月16，就是比赛日啊，所以我们应该就是用现在的这个 setup 来跑比赛。那刚刚这样子跑下来，因为是晚上，天气比较凉，就可以跑到比较好的时间。那今天的整个体验下来，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车灯有点闪，那个灯很怪，就是闪到乱七八糟。因为之前的车主呢，他是有安装了这个 LED 的车头灯，但是我相信是那种杂牌的啦，你们懂 Shopee Motorsport 啊，很多人就会去网络上面 Shopee Lazada 买那种几10块的 LED， 它没有切割线，所以整个就是很怪，架起来感觉非常的不好。所以我们打算把这辆车换掉它的车头灯里面的 bulb， 换成我自己熟悉的一个品牌。换成我自己熟悉的一个品牌，也是我之前我的 Proton Preve、Nissan Navara， 还有甚至一些其他车款都用过的 Nava 的 LED 车头灯。那今天的这个 MyV MSF 在比赛前的准备就大概先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就会拿这辆车去参赛马来西亚 MSF Malaysia Speed Festival 的这个 event， 希望可以跑出一个好成绩啦。那大家如果对这个系列有兴趣的话，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， 然后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会有一个 playlist， 里面就是完整的我们从买这台 MyV 原厂车把它 build 成一台赛车的全部过程。 OK， 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还有分享出去，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。我是阿豪 ATH，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，Goodby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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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